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Bloomberg 最近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啊，那报道告诉大家说，中国大陆官员已经通知阿里巴巴这些科技巨头呢，可以着手准备 NVIDIA 辉达人工智能的晶片 H200的订单这些相关的事项了。那显示出呢，北京当局正在准备要正式批准 H200的进口，而知情人士也表示呢，中方监管机构最近已经原则上批准了阿里巴巴、还有腾讯控股以及字节跳动进入下一阶段的采购准备。这个消息出炉，正好这2天我们看到了黄仁勋他在23号到了上海，他去参加这个上海这边分公司的尾牙。那在2026年初呢，黄仁勋的访华就给了员工一个红包。那这是不是也正好是 AI 晶片 H200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关键时期呢？好，最近看到其实有一个新敌人学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彼此是互斗，这个架构是不变的，但是他们也彼此非常需要对方，所以这个新敌人学呢，就是在新的领域跟敌人合作，一起来降低风险，尤其是中方的新科技实力，比如说像接下来大家要发展的 AI 机器人这些实力复杂度之高，很难只靠美国或中国自己就完全发展出来，必须要拉近全球的供应链才有办法生存我们怎么看这个现实的问题，庄老师？这个 H200是所谓的高阶的绘图晶片那主要用在目前的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还有 AI 伺服器的运作。那我刚趁空档赶快查了一下，单片的新台币报价介于100万到150万之间。那一台伺服器1G 8卡就大概台币1000万的那当然它只是一个主流，还不最高阶的，还有 V200大概售价1.5倍 ，V300售价大概2倍。那更高阶的这个 GB200售价将近10倍。那么刚荣哥提到说海关挡不挡，其实我认为挡不挡不是重点因为媒体都把它聚焦在挡不挡嘛。事实上，过往的确发生过海关卡住不让它进口，但是呢，能够如果真的不挡的话，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意它有多少配额进来。是，而且第二点呢，是哪些厂商可以采购。那如同刚刚荣哥跟大家说明的，包含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嘛。如果说它进来的量很少，也只有这3家公司可以上，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有在后来的这个配额跟厂商。那值得一提是，刚刚荣哥也提到说新敌人学，也就是说讲白一点，中国需要美国，美国需要中国。那早在1980年代，当时美国就有一派的学者，但现在还是有，只是不是主流，强调美国要把先进的军事武器卖给中国，不止 F16、F14、F15要卖。为什么呢？一方面建立中国的依赖性，二方面呢可以知道中国到底在搞什么。进展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搞不好还有一个留后门，随时会来反将一军。所以看待这个晶片产业，市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对，其实说要开放 H200也不是全开放它还是针对特定的几个重点的科技巨头，那请大家来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放关的程序。那胡润研究所和研究院呢就发布了这个2025胡润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50强 AI 晶片企业呢，其中看到寒武纪是以6300亿人民币的价值，现在排在榜首，比去年成长达了165%。寒武纪是在2020年在 A 股上市，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收是28.8亿元，成长幅度高达43倍。紧跟在寒武纪之后的呢是3100亿的这个摩尔县城，还有2500亿的木犀。这2家科技公司呢，也都是在2020年成立，而它专注在高端的 GPU 研发。所以拉回到刚刚提到的 H200，这次渴望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当然这个北京给黄仁勋开了绿灯但是背后一定有非常慎重的一个考量，这个考量会是什么呢？安阳老师。陈如刚才庄老师讲的就是说，事实上北京这很聪明就是说开放 H200，事实上是让 NVIDIA 把2024年的库存销光，帮 NVIDIA 解套。NVIDIA 现在是 GB300，马上这个 Rubin 就要出来那过去中国厂商他只能买阉割的 H800、H20阉割再阉割的版本，那所以说他根本没办法从正常管道买到 H200，但是现在他可以买到 H200，已经是2个世代以前的东西的时候，他反而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不会被这个压榨的方式拿到。而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美国现在还在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就所谓的 super intelligence。
它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就花1倍的钱买增加10%效率最先进的芯片哈，然后这些 CSP 厂商再发 AI 债哈，然后呢拿 AI 债去买芯片，然后再拿投资换订单哈，然后现在再用不断压榨上游的这些 AI server 的供应商，要求放账到1年。那以前呢，虽然台湾这些毛3到4可回款很快，现在这些 ODM 虽然毛利高，可是你收款很慢，再回来跟本国银行谈这个 AI factoring， 那全部被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也就是白雪公主里面那个魔镜的 LLM 的诞生绑架了。那中国因为没芯片，只能靠这个数学演算法，直接面对市场，边试边调做 inference。先赚钱再说，那然后呢，再用开源式的 LLM， 所以未来等美国这些 AI 大语言模型算完以后，中国早就从消费行为大数据里面直接调完产品，用不收钱的代价做消费 AI， 直接跟 PK 美国的这些 AI 大神下面的产品，非常有趣。对，因为接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要来 PK 的、要竞争的，就是包括提到了人工智能 AI， 还有包括像是机器人等相关的高科技领域哈。那所以从一个大战略来看哈，当然黄仁勋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北京要怎么样去应付黄仁勋这个 AI 霸主？你觉得接下来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做法呢？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就逼着国内的厂商他有机会可以去卖他的产品。对，可是这个半导体现在已经违反了摩尔定律，所以包括台积电在内，它每一个新的制程推，它是用更大的代价创造一个不像以前一样的产品，也就是说，你用1倍的代价创造10%增加的效率，所以所有人都被绑架，跟以前不一样。而硬体的另外一端是软体，它是一个数学的演算法等等。当你是穷人，你没有富人的权利的时候，你只能用更聪明的方法、更取巧的方式来做。可当你开源式的打开的时候，可以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起来调这个产品。所以前面是一个推论的大语言模型，另外一个是我直接在市场上来试，这是2个不同的一个差别。对，其实黄仁勋最近真的是马不停蹄啊！大家包括这个礼拜达沃斯论坛，你看到他也去了，然后特别提到了这个 AI 的大未来哈，勾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那当然，这个我们提到说 H200这次终于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哈，这个潜在订单其实蛮强的，包括23号我们看到台积电、ADR 还有辉达、超微这些半导体的股盘在就说这些相关的股票哈，盘前全面应声大涨。黄仁勋先前也曾经说过，光是 AI 晶片部门，未来几年就可能会创造500亿美元的收入。台湾这边《工商时报》有分析说呢，黄仁勋呢接下来呢，他会在北京，因为他也要去北京的分公司参加这个年终的尾牙，而且可能会跟潜在的买家会面。他们要讨论的是最近美国批准的出口的辉达晶片供应到市场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物流上的难题，要怎么解决？好，那在达沃斯论坛上呢，黄仁勋也特别提到他是用形容5层蛋糕来形容这个 AI 产业。他说，这5层蛋糕包括了能源、晶片、云端、AI 模型，还有最上层的应用层。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AI 没有泡沫化的问题啊，所以真的是引发了产业革命吗？在 AI 这个大战场当中，大使觉得中美要如何善用我们刚刚讲说新敌人学如何善用对方就是这个敌人的优势，取得自己领先跟胜出的机会？这个当然是一个理论，我认为是蛮难实现的哈，因为这个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啊？对，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啊，对，我的失败就是你的成功，尤其在商业的竞争下嘛。那这次黄仁勋的这个 H200能够最后进入到中国大陆，我想中国大陆开放是个原则，管制还是有很多手法的。那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要让这个 H200妨碍了中国自主的这个AI 晶片的发展。因为刚刚讲到中国不管是这个华为或寒武纪那还有这个几家这些新兴的产业都很有希望。对。那当然他们在技术上这个还是受制于美国科技的限制啦。不过在他的这个创意甚至生产上都有很多突破。那大陆一开始可以就是说一开始对 H200没有采取一个好像非常高兴的方式就开门欢迎这也是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已经有相当足的底气，才会有这种态度跟做法了。那当然就 AI 的未来，那当然是
我看了有些报道，他说 AI 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它带的是不只是产业，是所有方方面面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革命性的这种挑战跟机会。对。那这一方面，我觉得就变成就说它的5层能够带动能源啊、晶片啊，这是必然的。可是 AI 本身会改变很多这一些人类社会光从人类本身智能产生出来的一种 capacity， 一种能量。那这个工具，甚至有人怀疑到它最后发展最后会取代了人本身智能的那个能量。那就变成就是说它会非常非常的。不受控的话，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怎么样来管制。那你要放到这个，譬如说啦，这个现在的 AI， 它变成它有自我思考、自我判断，那甚至有这个所谓的生成的能力嘛，这个大家基本上是。那你要放到武器上面的话，那就很恐怖了。这个 AI 它可能就是说到了战场上啊，它是不见得受到你这个后台的影响。它有自动的一种防卫跟攻击能力，那光这一点你就想将来的战争万一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失控的话，那会什么一个场景？那这种毁灭性的力量，那其他部分更不要算了，因为它的那个取代人力的尤其这种重复性的或这种机械性的操作的时候它取代人力的人力的这种能量太大是。就跟有人说以前像这个电脑这个一些软体出现以后这个很多人就失业了，只是电脑软体而已。那现在这个 AI 的话，它事实上在这种甚至在这种工业绘图甚至在电脑程式的设计这些部分呢，都有很大的能量，对，可以超过10个人甚至20个人的工作量。所以就变成造成这个社会上很大的冲击，对人力的取代。当然黄仁勋对这些部分他的讲法，我也不认为完全具说服力他说需要创意的不是那么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还是有很多机会他认为水电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机会还在，可这个他有一点避重就轻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AI 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就是整体的大趋势是如此对，它最后的发展是人类给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危机呢，还是人类为自己这个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乐土的话，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人现在有办法下定论。对，不过就变成说所有工具到最后呢，它都是两面性的。我们人类做了很多傻事，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毁灭自己生存地球的能力了，像核武嘛，就是核武。所以呢，我也不会那么乐观说 AI 就一定是那么给人类带来福祉。我认为最后还是看我们自己人类的这种道德的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就要看对人性你是抱持比较正面还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观察。那黄仁勋当然现在赚钱赚得很凶啦，所以他不会讲 AI 什么负面的东西。我真的是必须要提醒，就是这真的是两面刃的问题一定有正也有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来。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礼拜在空军1号上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在4月份他会如期的访问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预计在2026今年年底回访美国。川普并且强调，他还是那句老话，他说：“我与习近平主席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好，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也报道说，美国财长贝森的强调呢，川普跟习近平今年渴望见面的机会有4次之多，这个美中关系呢已经达到非常良好的平衡，双方的分歧不太可能像去年那样演变成全面的经济冲突。毕竟今年对美国来说不仅是建国25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呢，今年美国刚才我们也点到了要期中选举，这个选举的结果对于川普的执政其实影响还蛮大的。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大使您觉得
4月份这个美中的川习会啊，两国元首会议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但是在4月以前，双方要先刚刚也提到了铺谈，那解决了哪些问题呢？对，其实现在农业采购对美国来讲，因为大陆事实上是承诺3年啊，买美国的大豆啊，这个量都是2200万吨嘛，相当大的分量啊。那当然，美国还有很多可以卖的东西啊，尤其农业州的东西，还有很多就是农牧畜产品啊，农牧产品，这些部分我觉得就川普来看，还是看到中国大陆的潜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对，中国大陆是15亿的消费者，而且这个购买力很惊人，而且越来越富裕啊。那这些部分的话，我觉得川普都会深挖的，因为他要选举，尤其他的选票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中部，美国中部的这些 Midwest 的这种中西部的这一些农业州。所以我认为他会在这方面还会跟中国大陆提出很大的要求。另外一方面，稀土部分他虽然没有什么抱怨啊。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在这一方面，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怎么样确保啦。那其他他比较在乎的，可能就跟贝森特比较在乎，就是说，美债，中国大陆一直在放松，这个说基本上不止中国大陆，全世界大家都在怎么样，也不能说抛弃美债啊。不过你看这个黄金的价格往上涨，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大家对美元的这个信心正在下降。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还有大概7000多亿的美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关切的重点。那其他的话就变成可能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美国现在川普寄望很深的委内瑞拉怎么样啊？让委内瑞拉继续就范，对不对啊？俄乌战争的话，照川普的方向发展，那么伊朗的问题呢，不要失控。我想这都是川普比较在乎啦。那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第一个当然台湾问题啦。台湾问题第一个就变成就是说，对于台独的这个走向，他们大陆一定希望美国要协同来制止。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还有军售的问题，这个部分对中国大陆来讲都认为算是很严重的挑战。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还有比较重视的话，应该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也是在台面上，在整个的 agenda 那个部分算是排在很前面的问题了。那其他当然就是中美贸易。那对于中美贸易来讲，我觉得话大的问题目前看起来不会继续恶化。那双方已经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框架，然后就在不断的盘点双方落实的情况。那前一阵有人说，就是说川普又说，谁要跟这个委内瑞拉买石油，我就给你25%；谁要去跟这个伊朗那个，我要给你多少%的这个问题啊，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最后形成实际的动作。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还是会跟美国再做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希望尤其在各方面的这个贸易的互相的彼此的这个对待上面不要有开倒车。是。那中国大陆应该还会有一些零星的案件，尤其在美国就有关对中国大陆的各种科技的这种竞争抵制上面还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这种项目出来？我想大陆也会在这方面来提。不过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是以经济为重，中国大陆还是以这个两岸关系跟相关的政治问题为重。对，所以呢，应该会有很多交换的空间，各有各自的这个 priority 优先处理事项那当然，这个美中之间开年到现在快1个月了，看起来似乎有缓和的迹象。就像最近这个美中之间长达6年的 TikTok 互相交手也有了最终结果，因为 TikTok 的中国大陆母公司字节跳动最近就签下了协议，未来旗下美国的业务呢将会由美国的新团队来主导。川普22号特别发了文，感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了这样的案子。那 TikTok 在新闻稿中也表示说呢，这家叫做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的新公司将会确保 TikTok 的应用程式继续在美国提供服务，而这家合资公司呢是由一个7人董事会来管理，这成员包括了 TikTok 的美国执行长就原来的执行长周受资，
还有呢就是甲骨文公司的执行长办公室执行副总叫做格鲁克。另外像是几家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像是这个 Silver Lake 的代表，还有阿联酋投资公司 MGX 都是。那 TikTok 呢，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将会保留业务当中19.9%，就将近1/5的股份。好，这个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的美国合资公司到底在成立之后，因为它未来会主导 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乃至全球的营运那这个部分的看点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蛮有趣的事实上它本身来说是一个 TikTok 是一个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创新，就最终被美国扣了一个国安的帽子，对，被强迫分润但是这个结果来说 ，Oracle 跟 ByteDance 都是赢家。Oracle 有这个 OpenAI、TikTok 还有 Paramount 这些 partnership， 所以是好的。在 ByteDance 等于说你套现了。那另外，即使在 TikTok 经营团队加上一致行动人，还是有过半的一个 control， 而且得到的是一个美国的估值那这个 TikTok 当然还会有 ByteDance 的一个授权，而这个在美国在调，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学演算法，就是一个数学调一些习惯，事实上可能会更接地气的一个产品。那这个最终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中国太卷了，每一个省都有状元，彼此都在对打，他们只是用一个城乡差距的生活模式，结果在中国把一个成功的模式复制出海到美国，就大发利市。对。所以这次这个 TikTok 终于完成了整个交易。当然，这个背后除了有先前所讨论的国安考量，还有包括商业考量，这种种。所以 NBC News 呢也指出 ，TikTok 在新闻稿当中表示呢，新的美国公司要基于美国用户数据，会重新的来训练、测试跟更新内容推荐演算法。这个演算法呢，未来也将会储存在甲骨文的美国云环境当中。是存在美国的 cloud， 美国的云，那为的就是要确保这个资讯的安全。好，从这个案例来看当然它是一笔商业交易，也是一笔攸关国家安全。因为先前举起这个国家安全的大棒说这是跟国安有关。如果美中连国安都能够谈成一笔买卖的话呢，还有什么不能够被交易的这是外界现在在这一个交易案之后普遍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呢？最终各取所需，它是有凸显的意义跟提醒是什么呢？庄老师，是荣哥说得好国安问题如同大是大非的这个问题一样，是没有任何交易空间的，就要比领土一样不可能让渡的但是从这个 TikTok 的事情来看，记不记得在拜登总统任内当时要求字节跳动把所有 TikTok 股份卖给美商，否则呢要禁止它这个等于是禁止使用对，那这个。这就被人家质疑说，是不是因为只是用国家安全作为幌子，目的还是为了商业交易？不过后来真的被封禁了，如同我们台湾政府封禁小红书一样，一直到川普上台之后，才用行政命令才把它解除。所以这让我们感到耐人寻味：真的是国家安全议题吗？还是只是一个商业操作的手法？那从事后诸葛来看，好像比较多数人认为，真的是只是一个商业交易。那为了商业交易，国家安全是可以商量的。特别是荣哥刚提到嘛，大家最关键的演算法。过往我们认为能够动摇国安的，无非是核子武器、航空母舰、核子潜舰、长程导弹这一些。后来慢慢变成会影响国安的，包含什么？认知作案、资讯作战。现在慢慢变成所谓的Algerian 这种演算法变成用它来控制整个国家安全。那么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刚刚讲的，不管是认知作战还是传统的那些军事武器，都比较容易察觉，比较容易体会。可是呢，演算法就在我们不知不觉上网行动中呢，把资讯送到你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留心的那曾几何时，它也成为一个决定国家这个安危还有世界局势的一个武器。那特别要澄清就是说 ，TikTok 跟抖音完全是两回事那很多国内的名嘴跟这个立委在讨论的时候，他把它搞混，都把它混为一谈。对，那特别说明一样是字节跳动推出的软体。